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。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.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，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，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她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儿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她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
丫丫今天跟我说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，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心甜味，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她迷路了，让我去找她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人脸解锁失败。凌晨3点，我听到我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发出了语音提示，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有一个习惯，睡前手机充电一定是放在客厅里。人脸解锁失败，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提示。为了更好地照顾80岁高龄并且有轻微老年痴呆的外婆，我的门一直是虚掩着的。开始我以为我的手机出现故障了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是，因为我听到了人的喘息声，很轻，就那么一下，但我的耳朵还是清楚地捕捉到了。此刻我心跳得很快，冷汗从我后背缓缓渗出，一个念头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，有人进入了我的家中，会是谁？贼吗？还是什么入室抢劫犯？不管是哪个，我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。家里根本没多少现金，所有的钱都在我的电子银行里，但很显然他还在试图解锁我的手机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悄悄地扒在门边，探出头。这一瞬间，我瞪大了双眼，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站在我放手机的桌子前，她探着头，弯着腰，身体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，伸长脖子，而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人脸解锁失败的提示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她的头发很长，像杂草一样胡乱地堆在肩膀上，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梳理过了。我家房子的门锁是防盗锁，走廊上没有监控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这个女人到底是如何进来的？这时我看到了厕所的门晃了一下，我感到了微弱的风。很显然，厕所的窗户没关，我们住的地方厕所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公用通道，那女人是从厕所爬进来的。外婆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我心里拼命祈祷着外婆不要起夜上厕所，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。我听到了外婆下床的声音，女人伸着的脖子一下子缩了回来，她猛地扭过了头。我躲在门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女人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尖锐的刀。我是个平凡的记者，外婆又已经80岁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，而我的手机偏偏还在那女人面前。隔壁的门开了，我听到了外婆蹒跚的脚步声。漆黑中，她的视线不太好，很显然她看到了那个女人，但她以为那是我。小右，你怎么大晚上穿着外面的鞋子啊？你刚下班回来吗？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，我心里疯狂大喊着，外婆，那不是我，不要靠近她。外婆，快点回去。那女人动了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听到了脚步声。外婆终于意识到了那人不是我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房子里？外婆虽然有老年痴呆，但犯病的时间不固定，她有时候是清醒的。这一刻，她显然非常清醒。我焦急地死死攥紧拳头。外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那女人是拿着刀的，我必须立刻出去救外婆。但同时，我却发现自己懦弱的竟然迈不动脚步。强烈的恐惧让我只能缩在门后面。我外婆还在大声询问那女人是谁，但紧接着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就这么一下。外面死一片的寂静，我的心脏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外婆闷哼了一声，我的眼泪从眼里喷涌而出，我肩膀颤抖不已，紧紧地捂住嘴巴。我知道外婆被他杀害了。我蹲在地上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我不断地祈祷着，但上帝没有听见。我感觉到了门外传来了呼吸声，我抬头看见那女人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，她咧嘴笑着看着我，
眼睛瞪得极为夸张，我能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如同蛛网一般。我惊恐地尖叫起来，女人朝我扑了过来，我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。下一刻，我失去了意识，我猛地惊醒过来，桌上的闹钟刚好走向了3点。刚刚的一切难道是梦境？正当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我气急败坏地压低声音问道。外婆委屈地看着我，摆了摆手，我忘记了。她的表情无辜得像个孩子。我知道她犯病了。此刻我又绝望又无奈，唯一可以联系外界的手机也暂时没电了。但好在我已经锁上了门，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充电，然后开机报警。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，那个脚步声很奇怪，就好像那人是踮着脚尖走路的。那女人朝着这里过来了。等等，我浑身一个机灵，我的房间的门锁上插着钥匙，这个钥匙也可以打开外婆房间的门。外婆，你躲起来！我焦急地想让外婆躲在床下，床下脏，我不去。外婆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我急得快要哭了。脚步声停在了门口，我听到了钥匙被拔出来的声音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！我发疯似的将外婆往床下推，可是外婆就是固执的不进去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，我哭着爬进了床底，巨大的愧疚彻底将我淹没。我做了一个这么肮脏的事情，我放弃了外婆，自己躲进去了。很快，我听到了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那女人进来了。巨大的恐惧扼住我的心脏，我喘不过气来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外婆问出了同样的问题，但很快她的声音便在闷哼中戛然而止。我的眼泪早就糊满了整张脸。外婆倒了下来，似乎是巧合，她的身躯刚好堵住了床的缝隙。女人一时并没有发现躲在床底下的我，但是那女人杀死外婆后没有离开，她在寻找我。她知道这里住了2个人，我浑身颤抖不已。那女人在房间里徘徊了很长时间，但似乎并没有发现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身后传来一道毛骨悚然的视线，我颤抖着转过头，一张诡异带笑的脸贴在地面，眼珠子凶狠地瞪着我。她的一只手伸进床底，抓住了我的脚踝。我拼命地用力踹着女人的手，可她像是不知道疼痛一般，硬生生地将我从床底拖了出来。下一秒，疼痛感再度袭来，我再次失去了意识。我粗喘着惊醒，又是凌晨3点，我再一次回到了这一时刻。而此时客厅又一次传来那个让我恐惧的声音：人脸解锁失败。客厅闯入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被她发现就会被杀死。你和隔壁的外婆要怎么才能活下去？我猛地睁开眼，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。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：人脸解锁失败。没错，这已经是第4次循环了。回想起王琴的女儿是我们附近中学的学生，一个乖巧的小姑娘，之前在学校总被欺负，但知道王琴非常辛苦，懂事的她从来没和妈妈讲过。结果再有一次被同学欺负后想不开跳楼了，欺负她的人家里都有钱有势，这件事被压了下来。我记得当时报道上写的是，由于母亲疏忽对女儿的心理辅导，导致女儿得了抑郁症，跳楼自杀。小可跳楼的报道是经我手发表的。王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，曾多次打电话给我，希望我能帮她女儿把事实报道出来。她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小可真实的死因，她想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走到门边，轻轻拔下了钥匙。这一次我动作缓慢无比，没有发出声音。王琴还在看手机，她没有发现我。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外婆的房间，锁上房门。我依旧让外婆躲在床下，我只希望这次外婆暂时不要清醒。我将手机充电，这一次一切似乎非常顺利。就在我充完电打了报警电话之后，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，显然在往我们所在的屋子靠近。依旧是熟悉的砸门声，门很快出现裂缝。王琴，对不起，放下刀吧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小可的真实死因，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颤抖着说道。王琴似乎愣在了原地，眼泪从她眼中流出。我只想要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相，可那些害了她的人换了个学校，依旧过着潇洒的生活，而你明明知道真相却为那些人隐瞒，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我要杀了你们，让你们也尝一尝亲人死去的滋味。我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我没想到我的话反而更加刺激到了王琴，她砸门的动作更快了。我拿着拐杖砸在她要开门的手上，只要再坚持几分钟，警察到了，我和外婆就能安全了。可王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她打开了门，我奋力的反抗，我听到了警察破门的声音，但是我们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。此时一个瘦小的身躯再次挡在了我的面前。你个坏人，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孙女。小佑别怕，外婆保护你。我抱着外婆，泪水早已糊满我全脸。从小我与外婆就相依为命，有别的小朋友欺负我，她总会挡在我身前赶走他们，哪怕她换上了最疼爱我的外婆。我咬了咬牙，在众人惊讶的眼中跑向阳台跳了出去。我再次回到了凌晨3点，我知道我赌对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。王琴，那份没发出去的报道就在我的手机里，小可还给你留了一段话。王琴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，我知道你想为小可报仇，但是小可她也不想你这么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把手机交给我，我现在就让大家都知道事实的真相。你一定想知道小可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吧？我颤颤巍巍从王琴手上拿出手机，小佑，你回来了吗？外婆从卧室里出来，外婆，我在跟我朋友聊天，你等会儿再出来好吗？我朝外婆微微一笑，看着外婆点头走进了房间。我转头看向王琴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我与外婆也是相依为命，因为我的懦弱，我没有发布这个消息，但是报道我已经写完了，你先看看好吗？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王琴沟通，打开了那篇报道。我紧盯着王琴看手机时的神情，果然她看到最后那句话，丢下刀崩溃到嚎啕大哭。小可，妈妈的小可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啊。我再次拿过手机，把那篇报道发了外婆的房间，看着好好的外婆笑眯眯地看向我，小佑，你忙完了吗？我紧紧抱住了她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深夜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来电人显示是我老公。
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我会在凌晨2点死亡。可他现在分明就躺在我旁边睡得正香。我扭头看向了一旁发出均匀呼吸声的许江，他闭着眼睛正在熟睡，他的手机也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充电。可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的确是许江的声音，就连来电显示也是许江的号码。小冉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激动又震惊，还带着一丝哽咽。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，紧接着我听到手机里传来了许江急促的呼吸声。小冉，你那边是几点？我再次扭头确认躺在我身边的确实是许江。我虽然心里震惊的一批，但还是老实回答10点。许江很明显地喘了一口气，还有时间。小冉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惊讶，但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。我这里的时间是1周后，我刚好参加完你的葬礼，你会在凌晨2点死去，也就是4个小时之后。死因是许江的语气停顿了一下，这实在太离谱了。我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电话，或许有人录下了许江的声音，又用 AI 提取伪造了一段。但当我拿看到许江的手机的时候，一股寒意从我尾椎骨升起。许江的手机上显示正在通话中，而通话的对象是我。这的确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电话。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你的死因是高空坠落。警察调查的结果是你失足从3楼摔下，因为你是头着地的，所以直接造成了你的死。但是我怀疑是杨宇杀死了你，这一次我绝对要保护好你。杨宇是我的闺蜜，今天早晨我们3人一起来到了这幢位于深山上的别墅。这幢别墅是许江父母出国前购置的，本来我们预计在傍晚下山，但不料突然遇到暴雨，山体发生滑坡，只能在别墅上过一夜。巨大的信息量让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。我还想询问许江，电话却突兀地挂断了。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出了一行字，通话次数5，通话时间刚好是1分钟。难道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能和未来的许江通话的次数？可我却很难相信杨宇会杀了我，因为我和杨宇从大学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，我们关系好的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。我还是决定先叫醒许江，但许江不知为何睡得非常的沉，不管我怎么拍打他，他就是睡得很死，这不太像是正常的睡眠。许江患有轻度的焦虑症，他非常的浅眠，只要一点动静他就可以醒来。我突然想起晚上许江曾喝下了杨宇递来的一瓶矿泉水，难道这个水里被杨宇加了什么东西？我心里一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下一秒杨宇的声音响起，小冉，你睡了吗？如果没睡可以出来陪我聊聊天吗？他的声音和往常的相比有些沉闷，像是捂着嘴巴说话一样。此时窗外闪过一道惊雷，豆大的雨点撞在玻璃上。我攥紧了手里的手机，屏住呼吸不敢出声。但我突然意识到房间的门没有锁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光着脚踩在了地上。虽然我已经以最小的动静来到了门前，但没想到杨宇的耳朵竟然如此敏锐。我听见声音了，小冉，你还没有睡对吗？我颤抖着咬住嘴唇。杨宇又说道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准备将门锁上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门根本就不能反锁。我很担心你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杨宇的声音带着忧虑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出声的话，杨宇绝对会开门进来。我平稳了一下呼吸，说道，小宇，我刚醒上了一个厕所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们明天再聊吧。门外陷入了一阵良久的沉默，最后我听到杨宇说了一个好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但这时我的手机再次响了，来电显示是杨宇的名字。我皱起眉头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小冉，是小冉吗？杨宇的声音显得惊喜又难以置信。是我。我不明白杨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下一秒手机那头传来了他激动的嚎啕大哭的声音。这些天我像个疯子一样拨了无数次你的号码，别人都说我疯了，但我就是想再听一听你的声音。我心底升起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。很快杨宇接下来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。小冉，我现在说的话你可能会不相信，但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再过4个小时你会死。我现在所在的时间是1周后，我刚参加完你的葬礼。你从别墅的3楼掉落，后脑着地死亡，警方判定你是失足掉落，可我根本不相信，因为早上我们上山前，我偷听到了许江在打电话，他给你买了一份巨额意外保险，一定是他预谋杀死你。小冉，那天晚上我一直想要和你说这件事情，但你却并没有给我机会。或许这次通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。小冉，你马上离开房间去找我，我会保护你。杨宇急促地说道。此刻通话戛然而止。深夜，我分别接到了闺蜜和老公的电话，他们都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对方会在凌晨2点害我坠楼身亡。可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接上文。我转过头，却发现许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他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一瞬间，我心底升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。许江，你醒了，我刚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。我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。许江歪着脑袋看着我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脑袋沉得厉害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地说道，小冉，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不对劲，我怀疑是我晚上喝的那瓶水有问题。我回想起晚上杨宇给我们递水的时候，一瓶是常温的，一瓶是冰的。许江知道我不爱喝冰水的习惯，所以他肯定会选择那瓶冰的矿泉水。镜头扫过了杨宇的脸，他露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表情。杨宇像是在微笑，但他的眼睛却刻意地睁得极大，死死地看着我们。老实说，我被杨宇的这个样子给吓到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她在我心目中的样子就是一个大大咧咧、心思单纯的女孩子。那天看完视频，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，就去找了以前我们3人在一块的一些照片。看完许江手机的这些照片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每一张照片上，杨宇的表情都相当的抽人，她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我，笑容夸张又刻意。之后，我去调查了杨宇的一些过往。你还记得她曾经告诉过你，她高中曾经被室友霸凌吗？我点了点头。
杨宇的确说过这件事情，他高中被室友集体霸凌，后来就转学了。为此，我曾经很心疼他。许江深呼吸一口气，他给我看了一张新闻截图。2013年3月1日，建设中学405寝室发生意外失火，寝室内3人全部死亡，唯有一位学生因晚归未回宿舍幸存了下来。建设中学就是杨宇以前读的学校。我心脏砰砰直跳起来。这件事情，杨宇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。我联系上了杨宇的高中同学，他告诉我，当年那场火灾，警方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，但是没有找到证据，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。而且杨宇从没有被霸凌过，相反，他和寝室里其中一个女孩的关系非常好。但是自从高2开始，他们的关系就不如之前。准确来说，是杨宇班上所有人都变得有点害怕他。为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许江的鼻尖冒出了微微的汗珠。高1的时候，杨宇被绑架过。他被绑架之前，性格是非常安静内向的，但是自从被绑架后，他的性格就截然大变，变得十分外向。杨宇同学说，他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奇怪，甚至连饮食习惯都和之前不一样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许江，我找到了当时杨宇被绑架时的新闻。我看到许江手机上当时被捕的绑架犯的照片，那是一个长相非常凶恶的女人。但令我最为恐惧的是，照片上的女人是笑着的，而且她的笑起来的神态和我之前看到的杨宇的笑非常的相似。许江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胆战心惊的话：小冉，你觉得当时回来的是真正的杨宇吗？我被许江的话吓得汗毛耸起。我回想起这些年和杨宇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杨宇性格像个男孩子，但是对我一直都很照顾。我还记得大学有一回，我食物中毒，上吐下泻，衣服裤子上全沾上了呕吐物，狼狈的要命。是杨宇彻夜照顾我，一点点给我擦去身上的呕吐物。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，要跟杨宇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可我却突然发现，我根本不了解杨宇的过往。他从来就没有和我说过他高中发生的失火案和被绑架的事情。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我低头一看，是杨宇的电话，不准确来说是来自1周后的杨宇。我看了眼许江，我去上厕所。我迅速走到房间内的厕所，接起了电话。电话那头还是杨宇带着哭腔的声音。怎么之前电话这么快就断了？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有说完，打了好久才打通。小冉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关于许江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死后，我一直在请人调查许江，他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。许江的哥哥从小性格就十分怪异，12岁了依旧尿床，喜欢虐动物，并且经常对同学进行暴力行为，这是典型的杀人犯前置。许江14岁那年，他的哥哥将同学打致重伤，赔了不少钱。就在他哥要去少管所的前一晚，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许江的哥哥在火灾里直接死亡。小冉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许江要对我们隐瞒这件事情？你说当年在火灾里死去的那个人，会不会是真正的许江？我的心脏猛地一紧。双胞胎一般来都长得极为相似，如果当年活下来的不是许江，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呢？为了逃脱去少管所，许江的哥哥便以许江的身份活了下来。我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。杨宇和许江说的话，到底谁是真的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小冉，你没事吧？我听你似乎在里面和谁说话。许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连忙平稳呼吸，我没事。突然，电话里的杨宇压低声音，恐惧地说道：小冉，你的死因变了，你的死因从高处坠落变成了心脏破裂，你是被刀捅死的。我的心脏狂跳，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，趴在了地上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了许江的脚，还有他手上握着的极其锋利的刀。这时，手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1分钟的通话时间到了，剩余通话次数3。门把手枝桠缓缓扭动了起来，我惊恐地后退。下一刻，门开了。深夜，有人给我发来一条定位消息，我被吓得定在了原地，因为这个手机是我捡来的，而那个定位信息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这个手机捡到的时候就没有锁屏，我原本想要联系失主，可发现他的手机上却没有存任何号码，没办法，我只好等他来电。回家后，手机立刻响了起来，是原手机好友发来的消息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我家的定位。这消息太诡异了，给我发定位信息是什么意思？我点开那人的头像，却只是一片漆黑，名字也是一堆乱码，并且一条朋友圈也没有。我感觉有点心慌，紧接着我又收到了他发给我的图片。我瞪大眼睛，图片正是我住的小区。难道现在发消息的人就站在小区门口？本来就是半夜，这样怪异的信息不免让我觉得毛毛的。你是谁？我有些忐忑地回复了他，神经紧绷地等待着消息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对方竟然打来了视频电话，我下意识地点击了挂断。你是要拿手机吗？这么晚了，别这么吓人。我气愤地编辑着信息，可我还没发送，他却发来了一句反常的话：一个人在家吗？这消息让我如坠冰窖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连忙把手机放在一旁，越是去想这句话，越是感觉恐怖。就算是蜷缩在沙发上，也不能缓解心中的情绪。我颤抖地拿起手机，编辑着信息：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这手机是你的吗？没事，我来了。眼前的几个字在我脑海中瞬间炸开，我久久不敢回复。漆黑的房间显得格外压抑。忽然，一张图片发了过来，正是我所居住的单元门口。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家的地址了？我慌张地拿出自己的手机，一遍遍地拨通着男友的号码。他已经下楼有一段时间了，可不知为什么电话就是无法拨通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怎么联系不上？就在这时，
那部手机竟又响了起来，依旧是视频电话。我被这突然出现的情况吓了一跳，不小心按到了接通键，我赶忙挂断。可就在这短暂的通话里，我看到了那个男人，他正仔细地盯着屏幕，怪异地鬼笑着。我被吓得脸色惨白，甚至不敢去想手机那头的人到底要干什么，而他也在手机中看到了我的样子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时手机又来了一条消息，看到你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跑去锁门。没过一会，走廊上就响起了阵阵脚步声，我紧紧地捂住嘴巴，不敢呼吸。那声音在走廊中回荡，一步一步，直到那声音停在了我的门口。开门，芊芊，是男友。我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，赶忙开门，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。我说怎么有个人鬼鬼祟祟的，赶紧报警！这个手机就是他给你设下的陷阱。不久，那个人就被抓住，他交代自己是通过被害人捡到手机后获取信息，从而实施犯罪。难以想象，如果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结果会是怎样。